老公骨癌慘死時，我正在巴黎陪祖瑪度蜜月。被扒出來後，身為著名慈善家的我被網暴整整1個月，除了各種恐嚇快遞和信息，甚至外賣裡都被投毒，輿論發酵越來越大。我名下公司更是幾近破產。我痛徹心扉，開啟直播，直播間瞬間湧入上萬人，要求我給死去的丈夫道歉，等着看我追赴火葬場。卻沒想到，我拿着一把鐵鍬站在老公墳前，他人都死了，把他的腎捐給孫澤，不是應該的嗎？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剛在墳上挖第一下，直播間就已經從1萬人上升到了3萬，但滿屏都是對我的罵聲。你到底有沒有良心？林谷活着的時候你折磨他，現在人死了，你竟然還要挖他的墳？林谷可是雙一流的高材生，為了你的公司一直默默付出，就算你對他沒有了愛，也不能打擾他安息吧？林谷這輩子真是瞎了眼才跟你。我建議徹查周晴源為首的慈善機構，他這麼心狠的人，怎麼可能對那些孤兒好？說不定還做一些販賣兒童器官的勾當。對，他連一個死人器官的都不放過，真不敢想那些在他孤兒院裡的孩子多可憐。誰可憐？能有林谷可憐？為他付出了一輩子，死了還要給男小三捐腎。孫澤的腎出問題了，那可真是太罪有應得了。看着滿屏憤慨的彈幕，我不以為意地笑了。林谷付出，那也是他願意為我付出啊，我又沒逼他。說完，我又一鐵鍬撅在了墳頭上，看着我無所謂的樣子，直播間的觀眾更生氣了，罵聲鋪天蓋地。我挖墳的速度也越來越快，甚至抽空對鏡頭說，林谷人雖然死了，但他的腎能救回孫澤，也是林谷的榮幸。操！我真是要被氣死了，這到底是什麼賤人？老公活着的時候給人戴綠帽子，現在人死了還要給小三捐腎，有人知道線下位置嗎？我一定要去打死這個騷貨！我看着情緒激動的網友們，拿起手機照了照周圍的保鏢，家人們，大晚上的就別來了，我保鏢這麼多人，誰被打了還不一定呢。我話音剛落，剛才還只是嘴上憤慨的網友，已經有幾個直接出門了。他們甚至在直播間揚言，讓我看不到明天的太陽，讓我直播吞下1000根針。而我看着人數直逼100萬的直播間，卻是心頭一喜。不等我繼續和直播間的網友聊天，一道強光猛地打在了我身上。我萬沒想到，要來線下打我的人竟然來得這麼快，快得像是預謀一樣。一群拿鐵棍的男人蜂擁而至，為首的男人並不高，臉上有道長疤，還沒走近就衝我吼：“你他媽的還不停下！”他嗓音嘶啞，吼完就把手裡的鐵鍬衝我砸來。保鏢攔住這群衝動的男人，但他們並沒有罷休的意思。操你媽的！賤人，我非要把你心挖出來看看，到底是什麼顏色的？人都死透了，還不讓安息嗎？一個屍體的腎根本不能用。你他媽心疼你的小三，心疼那個軟飯男，怎麼不用自己的腎？看着憤慨的人群，我淡淡搖頭，不挖出來怎麼知道？知道還能不能用？他都死了，你就放過他吧。突然，一個女人哭喊着跪在我面前，我求你了，讓我的兒子安息吧。她聲音發顫，紅腫的雙眼望着我，我卻鄙夷地看了她一眼，甩開她有些髒的手，不耐煩問：“你誰呀？”這一聽就是林谷的媽呀！不對，周晴源怎麼會不認識自己的婆婆？女人趕快說：“她不認識我也正常，畢竟她和我兒子結婚這麼多年，從沒回來看過我一次。”她說完，又委屈地看向我，
圓圓，林谷每次去見我，都說你孝順，只是太忙了，沒時間去看我。但我知道，他是怕我難過，你看不起我，惡心我。林谷喜歡你，我什麼都可以不怪你，但我的兒子為你連命都搭進去了，你不能在他死後還這麼羞辱他呀。他哭得聲嘶力竭，我這才反應過來，冷漠地看着他。你確定你是他媽？臥槽，這種沒爹娘養的賤貨，就是不配當人。這麼多年不認識自己的婆婆，現在還質問婆婆？是啊，怎麼能讓老人這樣跪在地上？多可憐啊！雙眼通紅的婆婆衝我吼：我當然是林谷的媽，就算化成灰，林谷也是我懷胎10月用心養大的兒子。她撲在了林谷的墳上，聲嘶力竭問我老公為什麼要丟下他。周圍的人越發憤怒，而我卻微微挑眉。他不知道，我等的就是他。畜生，你他媽還有臉笑！猛然間，一個鐵鍬砸在了我頭上，我腦袋發懵，伸手去摸，卻看見滿手的血。打我的人正是剛才帶頭出來主持正義的刀疤臉男人。被保鏢攔住後，他還在拼命掙扎。賤貨，你他媽有本事給男人戴綠帽子，有本事過來跟老子硬碰硬啊！老人都哭成這樣了，你竟然還笑得出來，果然是有娘生沒娘養的。我看你就是你媽和別人生下的賤種。我死咬着下唇，恨不得現在就撕碎他的臉。你這麼罵人，難道你就是有娘養的了？我朝着那男人走去。你不在家管着自己的老娘，來操心別人的家事，你是真這麼閒，還是和林谷一樣是個窩囊廢啊？他猛地一下撞在我身上，又朝我吐口水。賤貨，老子就是看不慣你這種人。林谷生前對你多好，為了你的公司，他一個高材生，放棄中科院的邀請，甘願在家輔助你。公司出一點問題，他都整夜的不睡覺，想讓你少操點心。可你呢？他在為了你的公司加班的時候，你他媽在和孫澤睡覺；他熬到吐血的時候，你和孫澤在外面度蜜月，還說他故意搖血包爭寵，寧願去給孫澤的狗看病，也不帶癌痛全縮成一團的他去醫院。他這麼好的人，怎麼會遇到你這樣的賤貨？他說完，周圍的紛紛舉起鐵棍，恨不得現在就打死我。直播間裡罵我的彈幕看都看不過來，只是有人說了句：可他為什麼要這麼對林谷？就被人追着罵，就是純賤啊！你這麼問，不會也是和他一樣的賤人吧？我看着這些評論，不僅不生氣，反而笑了，看着刀疤臉問：我家的事你怎麼知道這麼清楚？他給你托夢了。他毫不猶豫，你做的那些髒事，網上的人都知道。就是你不會以為你還披着什麼大慈善家的皮吧？公司都快倒閉了，也沒想到是你幹的那些沒良心的事披露了嗎？林谷真是倒了8輩子血霉，竟然愛上你這樣的人。你一句想要事業，他跟你丁克10年，結果就被你和另一個畜生給活活害死。他們越說越激動，直接隔着保鏢朝我扔鐵棍，我不免被其中一個砸到，剛好撞倒了直播的支架。扶起支架時，我看到直播間已經有了150萬的人，後面來的一些新人也已經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麼。一直以為這種事只有小說裡才有，沒想到現實裡也有，而且比小說的還要不要臉。林谷都死了，你就算沒有良心覺醒，也不能這麼作賤人吧？微博那邊已經上熱搜了，這女的能不能去死啊？有法律能判死刑嗎？這法律不判刑，我們難道就不能讓她死在這裡嗎？支持她不死了，南平民怨，你們不覺得奇怪嗎？誰不知道死了1個月的人，腎臟肯定不能用了，他為什麼一定要堅持挖出來呢？有什麼不能理解的？他就是又蠢又壞，
現場的兄弟有沒有帶打的？我氣得高血壓、心臟病都要犯了。我已經去砸了這女的公司大門，很多人都把他們公司圍住了，遲早讓她倒閉。已經越來越多的人趕去這墳地現場了，絕對不讓這個賤貨見到明天的太陽。就是她這樣的女人，讓天下男人都寒了心。我一個女的都恨不得打死她。是啊，這麼好的男人去哪裡找？哭淚的婆婆從人群後走出來，怒吼：“你害死了我的兒子，現在還不讓他安息！這一次我不會再忍了，我要告到你傾家蕩產，為我兒子平冤！”她高喊一聲，周圍都是應和。我看着他們這麼激動，有些不解：我怎麼就害死你兒子了？婆婆深吸一口氣，朝着眾人說：“我梁杏芳用命養大了我這唯一的孩子，含在手心裡都害怕化了。可你卻讓他整整熬了3天3夜去修改你公司的方案。他剛改完，要去休息，孫澤來了你家，把他從主臥的床上一腳踹倒了地上。他3天沒吃飯沒睡覺，哪能打得過那個畜生？他渾身是血，你卻說他不懂事，惹得孫澤不開心。那個時候他已經是癌症中期了，他在地上求着你帶他去醫院。你轉身和孫澤出去吃燭光晚餐，你回來用一個三明治就打發了他，還攔着不讓他去醫院檢查。他本來可以活的，是你硬生生把他給拖死了。梁杏芳剛說完，一根鐵棍砸在了我臉上，我被砸在地上，嘴裡滿是腥味，混着血，2顆牙齒被一起吐了出來。我忍着疼從地上站起來，周圍的罵聲卻還在繼續。賤人，你今天敢挖靈骨的墳，明天老子就去挖了你爸媽的墳，也讓你感受一下親人的墳被挖的滋味。挖開後，再把你這個賤貨一起埋進去。梁杏芳感動得大哭，又說：雖然他害死了我兒子，但我本意不想和他牽扯太多，只希望他賠償我精神損失費後，能從我和靈骨的世界永遠消失。看着他哭得聲淚俱下，我冷冷一笑：你還沒裝夠嗎？周圍的人聞言卻是一愣。我接着說：應該是你們從我的生活裡消失吧？你什麼意思？圍觀者有人問我，我沒回答，反而看了眼手機，在線人數已經達到了200萬。彈幕裡也有人開始說，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，究竟是什麼仇，能讓她這麼恨自己死去的丈夫？就算不愛，也不會把屍骨挖出來捐給男小三吧？對於這些疑問，我並沒有回答，反而看向了那個自稱我婆婆的梁杏芳。你口口聲聲說我害死了你兒子，網上的人也跟着你討伐了我1個月，剛好今天人多，我們就告訴大家靈骨去世的真相。當即他臉色一白，梁杏芳聲音微弱：周晴媛，你什麼意思？我能有什麼意思啊媽？我就是想告訴大家一個真相。我指了指灵骨的墳，你兒子根本就沒死，這裡面就是個空墳。什麼空墳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不止現場的人有疑問，網上的問號也飄得滿屏都是。梁杏芳深吸一口氣，朝着天上大喊一聲，瘋了一樣開始哭天喊地：蒼天啊，老林家是造了什麼孽，遇到這樣的兒媳婦？周晴媛，你為了把我兒子挖出來，連這種謊話都能說出來，你就不怕遭報應嗎？周圍的質疑聲減弱，隨之而來又是對我的討伐。這女的果然是癲，為了那個男小三，什麼謊都能說出來，也不見得她在說謊。真相出來前，我們還是先別衝動了。怎麼等真相？我看向提出疑惑的人，挖開看看，不就知道我說的是不是真的了？說完，我就要掄起鐵鍬繼續挖，卻被梁杏芳死死抓着雙腿。我絕對不會讓你打擾我兒子安息的。
他哭得撕心裂肺。周圍看不下去的人覺得他可憐，也開始躁動起來，阻止我想要繼續挖墳的動作。我一腳把梁杏芳踹在地上，他卻像瘋了一樣撲在墳上。拿着鐵棍的男人也開始玩命一樣和保鏢廝打。保鏢畢竟是我花錢僱來的，不像他們敢不要命地衝。那些人直接把我摁在地上打，保鏢想要拉開，卻一層疊着一層，根本夠不着我。我被一拳拳砸在身上，死死咬着牙喊：別管我，挖，把墳挖開。可保鏢剛一開始挖，那些人又跟着上去阻攔，兩群人扭打在一起，砸在我身上的拳頭少了很多。但我讓保鏢不要停，繼續挖，一定要把靈骨給我挖出來。我剛喊完，又被一拳砸在了臉上，我雙眼冒着金光，已經感受不到了身上的疼痛。挖開了，隨着保鏢的聲音，周圍廝打在一起的人群怔在了原地。梁杏芳哭着爬到棺材上：我的孩子，是媽沒用，你都死了也不能得到安息。她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卻白了她一眼：她又沒死，你哭什麼？周晴元，你怎麼能這麼狠的心？現在棺材都在你面前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怎麼樣？當然是開棺了。我擦去嘴角的血，從地上站起來，這裡面肯定沒有骨灰。不等他反駁，我繼續說：如果靈骨真的死了，我願意為了之前所有的事道歉。道歉有個屁用？道歉他就能活過來了嗎？刀疤臉男人怒吼。梁杏芳也跟着說：是啊，我的孩子已經沒了，我需要你的道歉嗎？除非你把你的公司賠償給這個老人家。刀疤臉男人又趕快補了一句：你那快破產的公司也沒幾個錢了，就當為這個老人養老了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就算我的公司看起來幾近破產，但折算成資金也有上千萬的估值。沒想到他們的胃口不小啊！我死死看着刀疤臉男人，他問：怎麼不願意？你剛才不是很自信，說裡面根本沒有靈骨嗎？現在願意承認你是造謠了吧？我現在認下裡面沒有靈骨，和送我的公司上死路沒什麼區別。於是我點了點頭：好啊，如果靈骨沒有死，我就把公司轉讓給梁杏芳。刀疤臉男人咬着牙大喊一聲：開棺！周圍的人有些遲疑，我有趣地看向他：你是以什麼身份主持開棺的？我就是覺得已經打擾了靈骨的靈魂，如果能為他的母親爭取些養老金，他這樣孝順的人一定是願意的。他說完，周圍的人紛紛覺得有些道理。梁杏芳顫顫悠悠從棺材上站起來：既然這樣，那就開吧。可沒想到，在棺材打開的瞬間，所有人都詫異地看向我。刀疤臉男人更是得意地笑：現在把你的公司交出來吧。骨灰盒安穩放在棺材裡，嶄新的樣子，確實像1個月前才放進去的。在露出骨灰盒的瞬間，圍觀者紛紛讓我跪下道歉，網上的人也在喊着讓我給梁杏芳母子道歉賠償。我卻不急不慢，聳了聳肩：誰能證明裡面的骨灰就是靈骨的？他們瞬間懵了。周晴元，你這就是無理取鬧了，難道還要拿着骨灰去做單檢測？你剛才一口咬定裡面沒有靈骨，現在骨灰就在你眼前，你又想潑新的髒水？我潑髒水？我指了指骨灰盒，語氣堅定：我能證明這骨灰的不是靈骨的。圍觀者紛紛詫異，有些想反駁的人見我如此肯定，也閉上了嘴，但還有極小的聲音在問：你憑什麼這麼確定？因為靈骨人就在這裡站着。你別說這種話，大晚上的是要嚇死誰？大家別怕，就算靈骨的魂魄真在，也分得清誰好好誰壞。該害怕的是周晴元。我笑了，你們還真是會顛倒黑白。
我說的是他人在這裡，又不是魂在這裡。周晴元，你別仗着這裡的人沒見過靈谷，就睜眼說瞎話。那是我親兒子，他要站在這裡，我難道認不出來嗎？你滿口謊話，不就不想交出公司嗎？梁杏芳說完，周圍的人像是回過神一樣，紛紛讓我現在就交出公司，不然就打斷我的腿。我卻追問梁杏芳：媽，我也好奇呀，你為什麼不肯認自己的兒子，還讓他假死？這個問題我足足想了1個星期。周圍逐漸安靜，無數目光灼灼落在我和梁杏芳身上。梁杏芳面色慘白，張了張嘴正要說話，卻被我馬上打斷。1個星期後我才知道，你讓靈谷假死是為了認自己孫子。梁杏芳完全怔在了原地。你又想說我胡說是吧？梁杏芳，我真沒想到你們這盤棋能下這麼大。從我結婚就開始下了吧？畢竟我和靈谷結婚10年，從來不知道他還有個媽。我高聲朝着周圍說：這可不是我不盡孝，是靈谷一直告訴我他是個孤兒。大家要是不信的話，可以去問問我們的共同好友。一個人會說謊，但總不能所有人都幫我說話吧？更何況靈谷這麼好，誰會污衊一個死去的好人呢？圍觀的正義人士們完全愣住了，有人不可置信地開口：周晴元，你這話到底什麼意思？我緩緩呼出一口長氣，就是我剛才說的意思啊！我當眾打開手機，翻出相冊裡梁杏芳和一個6歲小男孩的種種過往，親昵程度，一看知道是奶奶和孫子。更有視頻裡小男孩衝着梁杏芳喊奶奶，大家可以看看，這就是剛才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孤家寡人的梁杏芳。她不僅不是孤家寡人，這幾年裡都有愛孫在膝下。周圍不斷發出質疑聲，問梁杏芳到底是怎麼回事。也有人已經大概推測出了事情的原委，知道靈谷背着我有了個6歲的兒子，一直養在自己母親身邊。在事情全貌出現前，再也沒人敢多說一句話，就連網上也滿屏都在震驚。愣在原地的梁杏芳終於反應了過來，衝着我吼：這是鄰居家的孩子，我一個老太婆一直一個人過，難道連和鄰居家的孩子關係好的權利都沒有嗎？你當然有這個權利了，你甚至有權利和那個小男孩出現在一個戶口本上。說着，我就把梁杏芳和小男孩的戶口頁發在了網上，在與戶主關係的那一欄上，赫然寫着孫子。不止如此，我又在網上發了一張報告，還耐心地和梁杏芳多說了一嘴。你們不僅能在一個戶口本上，他和你兒子靈谷的親子鑑定報告上，也能寫親父子。看完我發出的種種證據，剛才還憤慨着想幫梁杏芳打死我的人群，再沒了一點聲音。梁杏芳一把奪過我的手機，那又怎麼樣？現在靈谷已經死了，你在追究這件事還有什麼意義？如果不是你非要做什麼丁克，我會做這樣的事嗎？是我把他灌醉了，是我想要個孫子，但靈谷從沒幹過對不起你的事。梁杏芳說完，蹲在地上低聲哭，嘴裡還在不停地說：靈谷他真是為你付出了命啊！可這一次，周圍對他的同情聲卻消失了。難怪這女的這麼狠心，說好的丁克，結果男人有個孩子，這誰能接受對自己忠貞不渝的丈夫出軌了呀？可也有不同的聲音，這話說的像周晴元沒出軌一樣，而且靈谷是被他媽設計的，性質完全不一樣，好不好？說不定靈谷到死都不知道這個孩子的存在。是啊，死者為大，難道大家還要戳着一個死人的脊梁骨嗎？要我說，周晴元也應該放下了。人活着的時候你不珍惜，他死了你還挑錯，這未免太過分了。
我萬萬沒想到，即便林谷的私生子都被扒拉出來，這件事還能成為我的錯。我冷笑看着說話的人群，可林谷沒死啊，你還要鬧，非要去給骨灰測 DNA 是嗎？我深呼一口氣，看向剛才那個恨不得直接打死我的刀疤臉男人。林谷，你不是好好站在這裡嗎？周圍說話的人懵了，瞬間再沒了聲音，只是呆滯一般看向我和林谷。可被我質問的刀疤臉男人卻擰着眉。周晴元，你胡說什麼？我根本就不認識你。你不認識我沒事啊，我們可以進行 DNA 比對，但等測試出來你就是林谷，那就要給大家一個解釋了。男人輕笑，你他媽神經病吧？你讓我測試我就測試啊，你自己發瘋，我才不會和你一起瘋，別神經病一樣在這裡讓受害者自證。我憑什麼聽你的？憑他告你煽動輿論，危害他的聲譽，甚至設計假死，擾亂社會秩序。一道聲音傳來，林谷下意識反駁：你他媽又算哪根蔥？你說我危害就危害，這樣牛逼，你怎麼不直接把我抓走？可等他說完，回頭看清來人的瞬間，愣在了原地。4名警察正朝他出示警官證。梁琦曾用名林谷對吧？周晴元女士已經依法對你提起了訴訟，我們這邊也有一些問題需要你的配合，和我們走一趟吧。林谷愣在原地，诧異地看向我，完全沒想到我早就知道了他的假死計劃。看着他木在原地的樣子，我淡淡說：你也不用腦子想想，為什麼我直播挖墳，直播間都沒有被封禁？林谷，就這樣的腦子，你也配說自己是差點入中科院的高材生，騙自己得了。以前我愛你，心甘情願為你付出，甚至也以為你是真的愛我，但我沒想到你從頭到尾都沒有過真心。既然這樣，你想怎麼殺了我，我就只好怎麼還到你身上了。林谷張了張嘴，不可置信地開口：周晴元，今晚這一切都是你的計劃。我淡淡一笑，當然，你想害得我萬劫不復，難道我還不能自救？他忽然笑了，可你設計錯了，你就算要報仇，也要找對人吧。我根本不是林谷。他自信地說完，周圍的人再也忍不住了。這到底是什麼跟什麼呀？這都看不清嗎？這男的要是林谷，就坐實了林谷和梁杏芳一起設計陷害周晴元的事實。但要不是，可能就是周晴元在撒謊。但周晴元都報警了，應該不至於撒謊吧？所以怎麼能判斷眼前這個人是不是林谷？我笑着解釋，這很簡單。林谷自以為計劃能瞞天過海，但給他辦假死的機構，其實根本就是給他改了名字，只是他本人還不知道自己被機構騙了。什麼？林谷瞬間睜大了眼，警察看傻子一樣看着他。你不會真的以為註銷一個身份信息，再憑空搞出來一個新的身份信息這種事，能瞞得過警方吧？周圍的人徹底清楚了，眼前的刀疤臉男人正是1個月前骨癌去世且引發轟動性事件的林谷。臥槽了，這不是把人當傻子耍嗎？有多少人是覺得他可憐，才自發讓周晴元給個公道的？我真服了，他能不能現在就死了？就是因為有他這種垃圾，現在大家幫助網友的時候才開始躡手躡腳。本來是看他人都沒了，大家才敢幫他說話，結果連死都是假的。這種惡意利用輿論、煽動輿論的人就應該判刑。只是林谷既然之前和周晴元那麼相愛的話，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聽到這話，我心裡還是像被刺突然扎了一下，疼得渾身一僵，盡量保持平靜，淡淡說：當然是為了孩子啊。還沒和林谷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就親眼看見我遭遇了一場刺殺，
子宮受損，終身不孕，和我結婚，注定是不會有自己親生的孩子的。林谷說他不在意，他只想要我。婚後，我對他百般體貼，更是找行業內最好的老師，希望能帶着他扶搖直上。卻沒想到，他不僅沒有好好工作，還抽空出軌了小三，和小三生下了一個兒子。可我們有婚前協議，誰出軌就必須淨身出戶，且私生子女更不能擁有繼承權。隨着孩子一天天長大，林谷開始怕了，怕我發現後，他變得一無所有。於是，在我和孫澤洽談合同的時候，他編纂了一個我出軌竹馬且拋棄他的故事。我和孫澤一直在忙巴黎的項目，等簽訂完合同回來後，就聽說他已經骨癌去世的消息，甚至來不及悲痛，我就被捲進了出軌男小三害死丈夫的輿論漩渦，讓我沒有精力去查他到底是怎麼離開的，更沒有心思去發現事情背後的真相。而林谷早就用他的新身份和小三開啟了一家三口的日子。不止如此，他還投資了我對家的公司，在長達1個月的時間裡搶走我公司的大量合作夥伴，甚至為了更好煽動輿論，還成立了一家傳媒公司。到現在，憑着對我的攻擊，1個月營收上千萬。我把事情的經過呈現在大家面前，合上平板的瞬間，朝着他問：林谷，我說的對吧？林谷和所有人一樣，完全愣在了原地。我緩緩呼出一口長氣。林谷，我想過你是在算計我，但我沒想到這盤棋你是從和我結婚就已經開始算了。為了能讓你媽給你看着孩子，從一開始你就告訴我你是個孤兒，以至於我到了今天才見到你媽一面，步步為營這麼多年，真是為難你們了。臥槽，我真沒想到這件事的真相竟然是這樣，虧我每天都還祈禱着林谷下輩子能幸福點，他這樣的狗東西根本不配有下輩子啊！想到我被林谷這種蠢貨玩弄了，就恨不得現在出門去打死他。網上的人只是憤慨，而在現場的一些男人早就看不下去了，愣是一棍子砸在了林谷頭上。梁杏芳想要攔着，直接被砸斷了脊梁骨，疼得他在地上亂叫，但根本沒人注意到他。警察想要制止，但現場的人太多了，林谷瞬間被打得鼻青臉腫。最後還是又增派了一些警力，才把林谷從人群裡拉出來。林谷和他媽被帶去了警局。我收拾東西，終於能回去睡個好覺了。可我正要離開，現場的人紛紛和我道歉。我淡淡一笑，我知道他們只是被林谷利用了。比起他們的道歉，此刻我更擔心我的公司，那是爸媽給我留下的東西，絕對不能毀在我手上。如果不是為了這家公司，我也懶得和林谷鬧這一出。幸好當天直播間的人數太多，輿論在當天就發酵開了。我的公司重新盤活，1個月後，梁杏芳母子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只是林谷被判了1年，梁杏芳只是被判了半年。他們對我畢竟沒有造成什麼實質性的傷害，我沒有再次上訴。只要能和昌軌拉開距離，他們是死是活和我的關係並不大。可我萬萬沒想到，林谷出獄後還不死心，3番4次的來公司樓下找我，保安把他趕走了1次又1次。他甚至直接在馬路上堵我的車，他跪在馬路中央，我不得已從車上下來，他瘋狂給我磕頭，求我原諒。老婆，老婆，我真的愛你老婆，但我媽說我必須要個孩子傳宗接代，我根本不喜歡那個女的，我也不喜歡那個孩子。他細數我們的曾經，好像真的還是那個愛我的人，可我早就看清了他的嘴臉，知道他這樣的人是沒有真心的。林谷，
我最後和你說一次，我的眼裡進步的沙子，你既然做了這樣的事，已經是改變不了的事實了。你有了孩子，背叛了我們的婚姻，但我們已經離婚了，我不會和你計較了。你要真是個男人，就好好養大你的孩子，我不會原諒你，你也不用再來找我。我坐在車上揚長而去。2天後，我從助理口中得知，林谷殺了他媽和他的孩子，警察去抓他，卻被他跑了。我有些膽戰心驚，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樣的事。果然，在一個上班的路上，像瘋子一樣的林谷忽然出現，他目眦欲裂，告訴我都是梁杏芳和那個畜生錯，但他們已經死了，沒有沙子了。周晴媛，你要不跟我和好，那我就送你去陪他們。他說完，就拿着刀子冲我過來，但他剛跑2步，就被警察摁在了地上。一直到林谷死刑被執行的那天，我才真的鬆口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